打了宋皇后，蛰了夏贵妃，苏小少爷可真是厉害。和苏兄他们比，苏老爷和苏夫人反倒平平无奇。能养出这么3个厉害的儿女，能平平无奇？那么多大臣反对苏老爷出任刑部侍郎，前刑部尚书更是百般刁难，最后自己摔断了腿，回家养了几个月，最后连尚书之位都让了出来。我每回看到苏老爷都有点胆怵，他绝对深藏不露。我觉得苏夫人更不简单。何以见得？哎，郡王，我前几日新得的那把弓，你觉得沉不沉？别转移话题。我没转移话题，你就说沉不沉吧。沉啊！苏夫人轻轻松松就把那把弓拿起来了。这怎么可能？那把弓我拿着都觉得有些吃力。前些天雨后，我去兵器铺子挑兵器，正巧碰到苏夫人，她就拿了那把弓，我当时都惊呆了，还以为看错了。苏夫人走后，我又试了一下，我拿起来都没她那么轻松。这，苏夫人会武功，能单手轻松拿起那么重的弓，就不只是会武功了，那武功绝不在我之下。那大嫂岂不是也会武功了？我说百庭兄怎么那么惧内呢？他肯定被大嫂打过。在想什么？唉，宋国公他们已经知道贾大夫是你们儿婶，我今儿在宫里救了那个小公公，贾大夫就是我的事，只怕要不了多久就要暴露了。你就这么怕岳父岳母知道？怕也不怕。这回答到底是怕还是不怕？这感觉很奇怪。说不怕吧，我担心想好的说辞糊弄不了爹娘；说怕吧，我继承了原主全部的记忆，我也不怕他们盘问。算了，不想了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走完一步是一步。世子妃，皇上养在莲花池里的白金龙鱼丢了。一条龙鱼，还是皇上养的，怎么会丢呢？你买的那条白金龙鱼，会不会就是皇上丢的？世子妃问了，宫里的莲花池和宫外的护城河不连通，不是皇上丢的。有没有可能是有人偷了皇上的白金龙鱼，放生到护城河，又被捞了起来？谁脑子这么有病啊？好像也是，那可是皇上养了10几年的鱼，金贵着呢。要知道被人偷了，那还不雷霆震怒啊！万一被查到谁偷的，小命估计都得搭上。世子妃，您放养在莲花池的白金龙鱼不吃鱼饵了。咱们的龙鱼怎么也不吃了？是不是天太热的缘故？可昨儿放进去的时候，龙鱼吃的挺好啊。确实有些精神不济，跟宫里那条金龙鱼的状态倒是有点像。好奇怪，我为什么还是觉得这条就是皇上那条白金龙鱼？今天太晚了，明天送进宫给皇上认一认不就知道了。世子妃，玉阳公主也被贬为郡主了。玉阳公主怎么会被贬？玉阳公主嫉妒世子妃你为玉耳龙鱼献身，气不过让人抓了白金龙鱼炖了喝汤。虽然那是一条鱼，可皇上养了10几年，倾注了10几年的感情，玉阳公主怎么这么残忍？不过玉阳公主没吃成。龙鱼还活着？不知道。玉阳公主让公公抓了龙鱼，让御膳房的厨子杀了炖汤。御厨胆小，不敢杀皇上的龙鱼，又不敢不听玉阳公主的，背着其他御厨偷偷摸摸在井边杀鱼。结果有人过来，急急忙忙藏鱼的时候，不小心把龙鱼连盆撞到了井水里，龙鱼跑了。御厨怕没法和玉阳公主交代，就用了一条普通的白鱼把玉阳公主糊弄了过去。昨儿皇上知道龙鱼丢了，玉阳公主怕失败，皇上会严惩她，吓得要杀抓鱼的公公和做鱼的御厨灭口。御厨闻出饭菜味道不对，知道被下了毒，假装吃了饭菜晕在桌子上，然后收拾包袱，准备天一亮就逃出宫去。
躲藏的时候被夜巡的侍卫发现，给抓到了袁公公跟前，然后玉阳公主就暴露了。皇上气坏了，当时就贬玉阳公主为玉阳郡主，和赵阳公主一样，罚抄宫规300篇。活该啊！听说皇上气得一宿没睡，早起没精神，都没上早朝。御花园莲花池和护城河不连通，但井水连通。你的意思是，半夏买回来的白金龙鱼，就是皇上丢的那条十有八九是。吃完早饭，进宫送鱼去。袁公公，世子爷、世子妃来了。看来药膏很管用，夏贵妃的脸已经恢复七七八八了。我要见皇上。世子妃，请。贵妃娘娘，请回吧。皇上见他不见我。夏贵妃是怎么觉得皇上会想见她的？靖南王世子妃不只是皇上抢回来的女儿，她还是医术高超的贾大夫。现在皇上头疼的紧，靖南王世子妃还能给皇上看看。你夏贵妃除了让皇上更生气，还有什么用？自己生的女儿是个黑心棉，反而是抢来的女儿贴心又保暖。世子妃来的正好啊，皇上身子不舒服呀，你给皇上瞧瞧。我就是来给皇上送药的。哎呀，还是世子妃贴心呢。我的老天爷啊，用木桶装药啊，这分量不得把皇上撑死啊！打开。白金龙鱼啊，皇上，这是您丢的白金龙鱼啊！龙鱼掉进了井水里，你们是怎么找到它的？宫里的井水和护城河相连，龙鱼游到护城河里去了，被渔夫打捞上来，当街叫卖，被我的丫鬟瞧见了，花重金买了下来。瞧见龙鱼时就觉得和御花园莲花池里的那条很像，但没往这上面想。昨儿负责喂养龙鱼的公公找我喂鱼时，我还问他宫里莲花池和宫外护城河连不连通。这白金龙鱼丢了之后啊，龙鱼就没了精神，不吃东西，眼看着就要绝食而亡了。如今白金龙鱼寻回来了，有了伴儿了，2条龙鱼就能活了呀！快送莲花池去。唐儿，找回龙鱼有功，朕爹要重重奖赏你。皇上赏赐儿臣许多回了，重赏就不用了。你让夏贵妃把买龙鱼的钱给儿臣就够了。买下龙鱼花了多少钱？传夏贵妃，让她带1万两来。我可没说1万两，是皇上自己认为的，可不能说我欺君哦。贵妃娘娘，皇上请您带1万两去含元殿。为什么要拿1万两去？靖南王世子妃买下龙鱼花了1万两。银票臣妾带来了，但臣妾听说是世子妃的丫鬟从渔夫手里买下的龙鱼。一个丫鬟出门会随身携带1万两，还不经过主子同意就敢花用吗？玉阳郡主都敢不经过皇上同意，要炖皇上养了10几年的龙鱼来尝味的。我的丫鬟花1万两买龙鱼，这么点小事，值得夏贵妃这么大惊小怪吗？你，贵妃娘娘能想到的事，皇上能想不到吗？丫鬟买龙鱼只花了1两，剩下9999两是皇上给我养了几天龙鱼的辛苦费，还有昨儿夏贵妃看在信王府的面子上，从轻处罚了我弟弟，只罚他在太阳底下跪1个时辰。我也给信王府一个薄面，昨儿的药膏就不说夏贵妃3000两了，5000两，1个铜板都不许少。父皇，皇后要是没用药膏的话，把药膏还给我就成了。这药膏啊，被皇后打碎了。那不好意思，3000两。说好的重金买下龙鱼，结果就花了1两银子。
这一趟进宫竟涨18000两，难怪有勇气养铁镜，这是真养得起呀。不是本宫找你要药膏的。父皇，贵妃娘娘的意思是让您替她付这笔钱呢。夏贵妃也太不懂夹起尾巴做人了。世子妃一开始没说收药膏的钱，应该是原本就不打算收了。玉阳郡主想吃皇上的龙鱼，把皇上都气病了。世子妃送龙鱼进宫，等于帮他善后了。他居然还敢智慧。世子妃什么脾气他不知道吗？那是连太后都敢得罪的人。这下好了，不仅自己损失5000两，连带着宋皇后也要掏3000两。去取5000两银票来。本宫一没用他靖南王世子妃的药膏，也不是本宫要他送药膏进宫的，竟妄想本宫付这个钱。夏贵妃也不愿意付药膏钱5000两，靖南王世子妃也不逼他拿，直接找皇上要的。你在帮靖南王世子妃威胁本宫？奴才不敢，奴才只把知道的禀告皇后知道，皇后不愿意付这个药膏钱，奴才如实转告皇上便是。站住！拿3000两给他。苏唐拿到宋皇后和夏贵妃给的银票后，给皇上请了个脉，又给了皇上酒水铺子5成的股份，皇上心情瞬间舒畅多了。随后又和谢百庭去钦天监刘府，算了个开张的良辰吉日，还发现了关于木纸的一件有趣的事。接着回府得知老国公忌日将至，连着抄了2天佛经。来得正好，你陪四太太说会儿话，我去书房找你父王。母妃走得这么急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没出什么事，只是老夫人刚刚派人来传话，让王妃准备马车，后天她要去大昭寺给过世的老国公祈福。只是老夫人近来身子骨不好，王妃觉得老夫人还是不去为好，找王爷就是说这事儿。这老太太真能折腾，让她好好反省，哪好好反省过？隔3差5就闹出点事来，这次真去祈福累出个好歹来，又是小辈的错了。你们也来了？今儿是什么日子？来大昭寺的人这么多？平常初一15来大昭寺上香的人就很多，今儿又是大昭寺姻缘树诞辰日，据说今日来大昭寺祈姻缘最灵验。这么巧啊？来给世子求姻缘的？可不是嘛，往年呀都是和安王妃他们一道，今年就剩我一个了，再不上点心，明年靖南王妃和安王妃他们都抱孙儿了，我儿媳妇儿还不知道在哪儿呢。一会儿我也去拜拜送子观音，好让我早日抱上孙儿。每年都来，要管用早管用。我要是姻缘树神呐，听到你这话，我让你一辈子娶不上媳妇儿。一会儿拜的时候给我诚心点，听到没有？听到了。你二侯世子是大表少爷的好兄弟，很不错呢。你也敢打趣我？奴婢不敢。姑娘进京就是为了定亲，可老夫人迟迟没帮姑娘把亲事定下，如今老夫人连自身都难保了，姑娘的亲事该怎么办啊？要老夫人没法帮姑娘定亲，她肯定会让王爷帮忙的。舅舅军务那么忙，又恼了外祖母，怎么会把我定亲这点小事放在心上？与其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，还不如靠自己呢。呀，姑娘，你砸到人了！这姻缘树果然灵验，才拜了这么几下，这不就和姑娘有交际了吗？夫人，砸到
撞到世子爷的是青天剑刘府大姑娘。臭儿子把刘府大少爷打得鼻青脸肿的，想娶人家女儿，怕是想都别想了吧？你是故意的吧？拿石头砸我还不够，还用木牌砸我，还撞我下巴。谁让你站在这里的？见过不讲理的，没见过你这样蛮不讲理的，我怎么就不能站在这里了？对不住。你还拿石头砸过宁阳侯世子？你可别告诉我，你找我要迷药，是防宁阳侯世子的。不是，他不招惹我，我怎么会对他用迷药呢？我可惹不起他。你还是把迷药还我吧。好赵姐姐，哪有送出去的东西还要回去的呀？世子妃，是赵元正府大姑娘。怎么就你一人？我刚才肚子不适，走开了一会儿。晴儿说在这里等我，可等我回来她就不见了，我已经等她半天了。我让丫鬟去找，但丫鬟也去了半天了，我有点担心。世子妃，有人在树后面鬼鬼祟祟偷看。吴大姑娘，你怎么落魄成这样了？吴大姑娘是谁？没一点印象。世子妃可还记得帮赵王妃和南康郡主要割世子妃血给老夫人解毒，因而被贬的吴太医？这姑娘就是吴太医府大姑娘。当时那件事的主谋是赵王妃，吴太医又是太后的人，所以皇上只是抄了吴太医府，并没有赶尽杀绝。这吴大姑娘看赵大姑娘的眼神似乎十分不善，难道刘大姑娘的失踪和她有关？是你把晴儿支开的，你把她弄哪儿去了？我是来看你中没中招的。我来的时候她就不在凉亭，她去哪儿了？我哪知道啊？你给我下药！我落魄了，你也别想风光，等着身败名裂吧。你中毒了？没有啊。茶有问题？我没闻出来。茶有问题吗？世子妃，爷来了。你怎么来了？皇上传召，让你即刻进宫救命。谁出事了？秦桧。快叫寻儿！之前皇上因为宋国公世子的事透露过贾大夫是女子，没想到竟然就是他苏唐。赵方抓药，再准备个大浴桶，我要用汗蒸法将他体内的毒气逼出来。能救活他吗？我只有30%把握。尽力而为吧。唐儿，你几时学会的医术啊？等唐儿救活寻儿，你们再问他吧。能救活晃儿吗？左相夫人放心，我一定竭尽全力救他。这么多人都想晃儿活着，他们不比你我少疼晃儿啊。药浴要1个时辰，看着火就成了。要不你们都出去吧。秦大少爷是怎么中毒的？夏贵妃传召家母和霍儿进宫，说是要商谈霍儿的亲事。正谈着呢，突然霍儿就一口毒血喷出来，昏死了过去。幸亏他身上带着世子妃给的解毒丸，及时服下。秦大少爷所中之毒极其霸道，顷刻便会殒命。查到中毒原因应该不难。霍儿喝的茶里被人下了药。贤妃是在怀疑本宫吗？贤妃是在怀疑本宫吗？霍儿在你朝阳宫中中的毒，我怀疑你有何不妥。镇国公府是本宫外祖家，
本宫深受镇国公府恩惠。寻儿是镇国公府仅剩的独苗，本宫见寻儿亲事迟迟没有定下，特地找左相夫人进宫商谈这事儿，把玉阳许给寻儿。本宫对寻儿恨不得掏心掏肺，你却如此怀疑本宫。夏贵妃几时这么脆弱了？别人质问几句就掉眼泪，别是心虚吧？寻儿中毒，命悬一线，臣妾恨不能替她受罪。就因为寻儿是臣妾宫里中的毒，嫔妃就怀疑是臣妾要害寻儿，给她下毒。如此不白之冤，臣妾实难承受。臣妾恳求皇上查出下毒真凶，还臣妾一个公道。夏贵妃叫冤叫得这么大声，难道真不是她给秦皇下的毒？可不是夏贵妃，又会是谁给秦皇下毒呢？在朝阳宫害秦皇，明摆了是要拖夏贵妃下水。可这么霸道的毒下在茶水里，只要喝下去，10有8九会当场没命。与其拐着弯的算计秦皇，连累夏贵妃，何不再干脆点，直接把夏贵妃毒死？绕这么一道弯，这不是脱裤子放屁，多此一举吗？但夏贵妃的声音虽然带着哭腔，但声音并没有颤抖，并不虚啊。是你往茶水里边下的毒啊！国公明鉴，请奴婢比个胆子，奴婢也不敢害秦大少爷啊！还敢嘴硬，给我打！不是奴婢下的毒，是秋梅。我和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往我身上泼脏水？就是你给秦大少爷茶里下的毒，你手忙脚乱，装毒药粉的油纸没塞到袖子里，掉在了地上。你不敢弯腰捡，怕被人瞧见，便随脚就踢到了桌子下面，我看得一清二楚。这是奴才从桌子底下扒拉出来的。把他拖进殿里边，由皇上亲自审问。本宫待你不薄，你受谁指使要害寻儿，害本宫？娘娘，是您让奴婢给秦大少爷的茶里下的药啊！你毒害秦大少爷在前，还敢往贵妃娘娘身上泼脏水？贵妃娘娘为什么要害秦大少爷？她有什么理由要害秦大少爷？还在自己寝殿内动手，给自己招来怀疑，这对贵妃娘娘有什么好处？皇上，你相信奴婢，就是夏贵妃指使奴婢给秦大少爷下的毒，奴婢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么做，但真的是她指使奴婢的，奴婢要有半句假话，就让奴婢不得好死。皇上，要真是臣妾指使宫女下的毒，能留着她活到现在还不灭口吗？朝阳宫是臣妾住了几十年的地方，连身边2等宫女都被人收买，臣妾御下无方，才连累寻儿，有今日之教训。你怎么看？就看夏贵妃能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。你相信她？恰恰相反，我怀疑她。奴婢有人证，昨儿贵妃娘娘把毒药交给奴婢的时候，奴婢正和东菊在擦桌子，贵妃娘娘把东菊支开，单独留下了奴婢。东菊出去的时候，把贵妃娘娘修剪的落叶掉在了地上，借着剪花叶偷听，她肯定听见了。朝阳宫的宫女都能替奴婢作证。皇上，臣妾真的没有指使宫女给寻儿下毒，臣妾敢指天发誓。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让朕如何相信你？把贵妃打入冷宫。皇上，你不能如此冤枉臣妾，臣妾没有给寻儿下毒，这世上最不可能给她下毒的人就是臣妾。这事儿，幸老王爷能给臣妾作证。还不把贵妃拉开？幸老王爷，您倒是帮我说句话呀！皇上，齐王府2姑娘如今承安博世子夫人，是您和玉表姐的亲生女儿，当年是臣妾冒死救下的她。皇叔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 16年前，
沈皇后生产当日的傍晚，夏贵妃拎着一个食盒进我信王府，食盒里边装着一个小婴孩，皱皱巴巴的，气息很微弱。夏贵妃跪在地上说，那孩子是沈皇后拼命生下来的小公主，有人要害小公主的命，她冒死将小公主带出了宫。当时的她因镇国公府被查抄，寄人篱下，没法养育小公主，遂求我信王府代为抚养。当年小公主情况危急，若非赵院正及时医治，小公主都活不到天亮。那嘉儿是朕和阿鱼的女儿了。小公主虽然是女儿，但和皇上刚出生的时候长得是一模一样啊。沈皇后入殓的时候，我也检查过，她确实把孩子生下来了。这么多年，臣妾有多疼嘉儿，皇上您是知道的。臣妾疼玉阳都没疼到那份上，臣妾怎么可能会害镇国公府仅剩的遗孤？就是拿刀架在臣妾脖子上，臣妾都不会这么做呀！请皇上一定要查明真相，还臣妾一个清白。晦气，真是晦气！本以为云家出嫁了，以后跟他应该没什么交集了，怎么又搞这么一出？这特喵的也太尴尬了！这么多年，为何不告诉朕这事？臣妾无数次想告诉皇上，可于表姐为何难产，又是什么人容不下小公主，臣妾一无所知。臣妾怕把小公主接回宫，会护不住她。云三太太当年产下个死胎，拿嘉儿当亲生女儿疼，臣妾也怕嘉儿认祖归宗会伤到她。刘嘉儿在信王府虽然没有公主的封号，但至少她过得无忧无虑，没有人敢害她的性命。信老王爷也不赞同，臣妾就没敢告诉皇上您了。臣妾有罪，请皇上惩罚。这哪里是请罪，分明是请赏，保住小公主一命，这么大的恩情，就算这毒真是他指使人下的，皇上估计都得对他从轻发落。被审问的那2个宫女到死都没有改口，这件事无疑变成了一桩悬案，只怕最后也是不了了之。虽然夏贵妃救了小公主，可我就是觉得她心机深沉，南康郡主三太太和老夫人加起来，只怕都不是她的对手。你再说一遍，谁是贾大夫？晋南王世子妃就是贾大夫。皇后，你可知道贾大夫是谁？贾大夫一面具示人，兄长都不知道，本宫能知道吗？谁是贾大夫？贾大夫就是晋南王世子妃。这怎么可能？皇上早告诉过国公爷，贾大夫是女儿，晋大少爷中毒，赵院正没法医治，皇上就下旨传召晋南王世子妃进宫。估计是赶时间，他没戴面具就进宫了，这会儿正在夏贵妃那儿救秦大少爷呢。晋南王世子妃是打娘胎里就开始学的医术吗？沈皇后的女儿还活着？这怎么可能？晋王府二姑奶奶，也就是程安伯世子夫人，就是沈皇后的女儿。夏贵妃没法洗刷自己的冤屈，不得已向皇上露出了这事儿。好一个夏贵妃，本宫当真是小瞧她了。一个公主，还是个嫁了人的公主，成不了气候，反倒是打压晋南王世子妃的喜宴，这是好事。她夏贵妃向天借胆，敢在本宫眼皮子底下玩花样，本宫饶不了她。饶不了夏贵妃又能如何？夏贵妃靠着一张酷似沈皇后的脸爬到了贵妃的位置，如今又救了沈皇后的女儿，皇后娘娘您更拿她没辙了。晋南王世子妃怎么可能是贾大夫？那老三和嘉儿的命岂不是堂儿救的？老王爷不是在宫里吗？怎么会？老王爷做事不用你教，管好自己的嘴。
寻儿情况如何？还在救治呢，能不能保住性命，明儿个一早才能知道。唐儿真的是贾大夫？唐儿他才多大呀？唐儿年纪是不大，但是医术便是连赵远征都得甘拜下风啊！而且连红山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学会的医术啊！难道他是假冒的？你能不能长点脑子？谁会冒充唐儿去替你女儿嫁给靖南王世子冲喜呀？就你和佳儿干的那些事，唐儿得多宽广的心胸，才会出手救治老三和佳儿。他要是早治好靖南王世子，也不用他替佳儿。那佳儿的事，红山他们呢？他们回自己的院子去了。你为何不让我说出真相？因为我不信任夏贵妃。在你眼里，她是你青梅竹马、温柔体贴的表妹，还是救下沈皇后女儿一命的恩人？可我见到的夏贵妃和你说的完全不同，我没有从她身上看到一丝一毫的善良。除了偏颇佳儿，她也没做别的什么。后宫那是什么地方？你自己的亲妹妹都死在那里，她却稳坐贵妃之位10几年，能是没有手段的人吗？她疼云家，疼在表面，不在骨子里。你我是怎么疼唐儿、疼继儿的？我们几时允许他们为了自己的私利就去坑害别人？夏贵妃10几年前是救了沈皇后的女儿，但不代表今日寻儿中毒就不是她所为。我知道你不爱听这话，但我就是怀疑她。唐儿如今已经是公主，也记名在了沈皇后膝下，皇上一样疼她，说出来也多不了什么，可你的身份就暴露了。皇上可以赦免你的死罪，但你还能做刑部尚书吗？你忘了我们为什么回京了吗？你们表兄妹相认，比查镇国公府真相还要重要吗？今日在朝阳宫被害的是寻儿，他日没准就是你这个前镇国公府二老爷了。我不想你成为活靶子。我哪里是在意表兄妹相认，我只是不想信老王爷背负一个欺君之名。阻拦皇上认云家为公主，这么点小事，你还怕王爷摆不平吗？再退一步，老王爷为朝廷鞠躬尽瘁，皇上给他的孙儿一个公主的封号，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。你说的对，是我冲动了。老爷，夫人，叫奴婢们回来时。唐儿什么时候学的医术？半夏，你来说。奴婢也不知道世子妃什么时候学的医术，在青州的时候，世子妃就没碰过医术。可世子妃悬梁自尽醒来，就让奴婢给她银针，一针把云儿姑娘扎晕过去，嫁到靖南王府，又救活了世子爷。除了会医术，还有没有反常之处？除了会医术，还有没有反常之处？没有，姑娘变聪明了许多。奴婢曾经也怀疑过姑娘是被人顶替了，可姑娘记得以前的所有事，奴婢甚至拿只有奴婢和姑娘知道的事试探，姑娘是真的。奴婢也问过姑娘为何突然会医术，姑娘说她上吊自尽后去了鬼门关，捡了别人丢掉的记忆回来。奴婢也暗暗试探过，姑娘确实没有被人假冒。假冒应该不至于，唐儿对金玉膏过敏，庞的能造假，这个假不了。你可还记得唐儿3岁病重时，我们带唐儿求到慧海大师门前，慧海大师赐药的时候曾说过唐儿身上会有奇遇，我一直以为这奇遇是他给靖南王世子冲喜，莫不是指的是这离奇之事？冲喜是常有之事，算不得是奇遇。若是这事，足够称得上是奇遇了。以后有机会再问问慧海大师。云家一再挑衅唐儿，他能放下芥蒂救治三老爷和云家，这份心胸
已经着实令人佩服了。你佩服顶什么用？要他们佩服才行。有什么不能和为父说的吗？如果我告诉你，我一个早上就学会了医术，你是什么感受？你在逗我吗？我就是怕我爹娘也是这么想的。是哪个早上学会的？嫁给你的那天早上。那岂不是专门为我学的？哎，算了，还是另外想个说辞吧。这么说会被我爹娘肉麻死的。快去禀告娘娘，就说秦大少爷醒了。情况如何？世子妃医术高超，秦大少爷已经无恙了。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啊！累了一夜，下去歇会儿吧。我一会儿回靖南王府再歇歇。皇上，看在我救了秦大少爷的面子上，我能不能求您一件事？怎么又喊朕皇上？累蒙了吗？说。请皇上收回将我记名在沈皇后膝下的旨意。圣旨不是儿戏。我知道圣旨不是儿戏，但如今已经找到沈皇后的亲生女儿，没必要再记名一个在她膝下。尤其我和陈安伯世子夫人的旧怨，京都人尽皆知，到时候我尴尬，她也尴尬。世子妃多虑了，您和陈安伯世子夫人在信王府是姐妹呀，都认了公主了，依然是姐妹。忘了这么个大漏洞。袁公公，您不说话，我不会拿您当哑巴。那不一样，我……皇上啊，该去上早朝了。等会儿啊，我话还没说完呢，怎么就走了？霍儿能出宫了吗？可以出宫了，但还是要小心些。恭喜护国公主，贺喜护国公主！皇上封您为超一品公主，位列诸位公主之上。什么是超一品公主？明朝只有一位超一品公主，就是太后所出嫡长公主，晋明长公主。超一品公主位同亲王，以后皇上生的那些公主，见了你都得行礼。皇上这是有多喜欢娘子呀？也怕尴尬要皇上收回圣旨，皇上就干脆下了道，让他不尴尬，而让太后尴尬的圣旨。这事儿，太后和百官居然也答应？你要只是信老王爷的孙女，我靖南王府世子妃，百官一定会不遗余力劝皇上打消这个念头。可谁让你还是能从阎王爷手里抢人的假大夫？谁都有生病的时候，得罪你极可能是和自己过不去。反正无论有没有超一品公主头衔，皇上都是一样疼，又何须惹恼你取自己的后路呢？还有呢？还有什么？我是问陈安伯世子夫人的封号。没封号。怎么会？皇上是要封陈安伯世子夫人为信阳公主的，但信老王爷站出来反对，说她年纪大了，记性差了许多。他早前不让夏贵妃和皇上透露这事儿，是因为他找钦天监已经过世的老刘大人算过，说陈安伯世子夫人出生的时候身体孱弱，18岁之前不宜认祖归宗，让皇上等他年满了18了再封。皇上虽然很失望，但也只能再忍耐2年。皇上加封我在前吧？就猜到会是这样。要是皇上早知道不能封云家为公主，肯定不能加封我，这也算沾了他的光了。就是不知道夏贵妃脸会不会气绿。你救了你三叔的命，也不告诉祖母，连你祖父都帮你瞒着。这回要不是寻儿出事，还不知道要瞒祖母到什么时候去呢。
我和老爷也不知道，他随便翻翻医书，还真学会了医术。他都没正经学过，他要说自己给三老爷治病啊，我一准把他关屋子里，不让他出来。难为你了。奇怪，娘竟然还帮我打圆场。娘不问我怎么学的医术吗？我已经知道了。我还没说呢，娘怎么就知道了？娘不怀疑我是假冒的？那娘问你，你7岁生辰，娘送你的生辰荷包里放了几颗金瓜子？8颗。真是假的？娘送了我7颗金瓜子，大哥骗我种在地里能长出许多金瓜子，我傻乎乎的信了。娘知道后逗我说，把大哥种地里，来年能长出许多大哥。大哥见我真挖坑，吓得好几天没敢回家。连这事都记得，能不是娘的女儿吗？不过那等离奇之事就不要对外人言了，传到不怀好意之人耳中，没得生出事端来。什么离奇之言？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？回去早点歇息。靖南王世子，您可认得我？是我啊，御厨。皇上上次给世子妃晒的6年的茶油就是我的。哼，是你啊？找我有事吗？啊，不是，我找靖南王有事，但府上没人认得我，不肯帮忙去军营请靖南王。这位自称是宫里的御厨，但府上实在没人认识，他只说找王爷，又不说找王爷何事。王爷不喜人去军营打扰他，这才……是靖南王府暗卫的令牌。有什么事，刘御厨与本世子说，也是一样的。刘御厨找我父王有何事？竟然还有个写手印。暗卫右胳膊受伤，写不了字。这封信呢，是他口授我代笔的，我怕靖南王不信，便让他摁了手印。写了些什么？宁王的封地新州，不仅有银矿，还有铁矿。从太后拒绝给宁王换封地的时候，皇上就起了疑心，找来靖南王进宫商议，派人去西北查探。派去的人找到了银矿，本想查看一下银矿有多大，却在查探的时候发现了守山的官兵，还有人在私挖铁矿。事关重大，暗卫第一时间飞鸽传书回京，不料消息没送出去，还泄露了行踪。6名暗卫在打斗中死个4个，一个被抓了，另一个跳下悬崖被刘御厨所救。刘御厨送回来的消息非同一般，我和相公会帮您向皇上请赏的。世子妃的心意我心领了，要叫宁王知道我帮着传的消息，只怕我小命危矣。这一点，刘御厨尽管放心。父王派去的暗卫，连送个消息回来都这般的，还不知道宁王在封地上做了些什么，把铁骑兵养在新州的想法怕是。我早想好怎么让宁王让出封地了，只是之前差点火候，现在这一把火送到了。什么办法？假传圣旨。以皇上对你的疼爱，你要什么圣旨，皇上还能不给你吗？用不着。你的意思是，宁王损了点，但只要皇上配合，这封地宁王让也得让，不让也得让。我这就带着密信和令牌去找父王。世子妃可算是回来了。怎么了？昨儿老爷夫人把奴婢和福灵叫回去问话了。你怎么告诉我娘的？世子妃怎么告诉奴婢的，奴婢就怎么告诉老爷夫人的呀。我之前怎么忽悠半夏的来着？我好像说过解了别人的胆子和记忆回来，这明显忽悠人的话，爹娘不会真的相信了吧？世子妃，老夫人搬回松鹤堂了。老夫人怎么就搬回去了？昨儿个一起去大昭寺祈福，前脚走，后小老夫人就打着给老国公祈福的幌子出了府，没去大昭寺，去了京都第2大寺庙长生寺。结果在大殿祈福的时候突然晕了过去，被抬回了府，没回佛堂，直接回了松鹤堂。因为老夫人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晕倒的，会有人来探望。佛堂地方小，南康郡主又病重，王爷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。
这老太太是真能折腾，为了能搬回松鹤堂，这是一计不成又是一计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啊！昨个三太太知道世子妃就是贾大夫，就派丫鬟去佛堂禀告南康郡主。南康郡主知道后，一口血喷老远。他一来瞧过，撂下话，说南康郡主要还不能静下心来静养，活不过3个月。但凡有落井下石的机会，三太太还真是不会错过。让南康郡主知道我就是贾大夫，她就会想到我是她亲自帮谢百庭取经府的，她没有当场气死，都算是这些年饱餐吃冻燕窝虫草没白吃，身子底子硬实。不过底子再好，也有消耗殆尽的一天。南康郡主，这可都是你自己做的。你去军营了，父王怎么说的？直接让年王让出封地，派大军去驻守。要年王真在封地饲养兵马了，必不会让他们继续待在那儿。到时候只要派人把守各个关卡，就能知道年王养了多少人。一会儿吃完饭，我就进宫找皇上。宁王对朕的忠心，朕感受到了。臣对皇上忠心耿耿，日月可见呢。你请奏换封地一事，朕准了。我什么时候请奏换封地了？没有的事儿啊。天佑宁朝，继金矿和玉石矿后，又在新州发现了银矿和铁矿。有了这批银和铁，我宁朝兵力能更进一步。那6名探查的人不是都死了吗？怎么会有消息传回来？以后吕州就作为宁王的封地了。宁王还不谢恩？臣谢主隆恩。不是，发现自己封地上有银矿铁矿，不应该是小方设法的隐瞒吗？怎么还主动上折子给自己换封地呀？宁王缺心眼呀！皇上上回要给你换封地，我就没同意，怎么你反倒主动上折子了？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也不与哀家商量一下？我倒是想和母后商量，可我今儿早朝才知道有那么份折子呀。这话什么意思？那不是你上的折子吗？怎么你早朝才知道啊？是有人冒用我的名义给我上了道请换封地的折子。是谁这么胆大妄为，敢做这样的事？上回皇上要给我换封地，就已经惹皇上起疑了。那去封地的暗探，没准就是皇上派去的。这回不管是谁上的折子，肯定是事先和皇上通过气儿的，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呀，只能顺皇上的意换封地了。是不是信老王爷和靖南王？他们俩一个比一个正直，不会用这样的阴损招来算计我的。以前只知道婷儿媳妇儿聪慧胆大，却不曾想竟还会一手高超医术，是名震京都的贾大夫。以前觉得府上的姑娘都不错了，和世子妃一比呀，简直快一无是处了。娘，您别把我们和大嫂一块比，大嫂这样的满京都也找不出来一个，比凤毛麟角还稀罕，谁和大嫂比都得相形见绌。要说会看人，还得是南康郡主。当初要不是他坚持娶世子妃冲喜，咱们靖南王府哪能有这么好的一位世子妃啊？论阴阳怪气，还得是四太太。这话要是让南康郡主听见，估计又得吐血了。你救了婷儿，就是救了母妃，救母妃怎么感谢你才好？虽然之前没暴露我会医术，但大家都知道是我冲喜相公才行的。父王母妃不是早就谢过我了吗？这怎么能一样？之前对于世子妃给世子冲喜避孕，南康郡主和老夫人可是不认可的，甚至觉得谁冲都一样。现在看他们还有什么话说？老夫人，世子妃来了。不见。你来做什么？听说老夫人病了，我来给老夫人瞧瞧。哼，不敢奢望世子妃给我老婆子治病，少给我下点毒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
老夫人慎言，皇上和王爷都知道我家世子妃用毒的本事超过医术，我家世子妃要想对老夫人做些什么，老夫人哪还能活到现在？那可真要多谢世子妃不杀之恩了。我学医术是为救人，轻易不会让自己手上沾满血，因为我相信多行不义必自毙，人剑自有天生，犯不着弄脏自己的手。既然老夫人不用我把脉，那我改日再来探望。胳膊拧不过大腿，老夫人您何必和世子妃？老天爷，世子妃是怎么给老夫人下的毒啊？世子妃，王妃少了您3大箱子东西。我勒个去，我喜欢黄金的癖好这是暴露了。为夫是哪做的不好，惹到娘子了？我喜欢黄金的事，你为什么要告诉母妃？母妃问我你喜欢什么，我就如实说了。难道我说的不对？你不喜欢黄金了？那也用不着为了送我黄金，特意派赵管事拿银票去换黄金回来。本来我给人治病就收1万两，不少人背地里说我黑心了，再传出我喜欢黄金，以后是金钱如粪土这样的词，就和我无缘了。我还以为你在恼什么，就恼这个。你还笑？他们不知道贾大夫是你，才会说黑心。堂堂信老王爷的孙女儿，我靖南王府世子妃，皇上亲封的护国公主，给人治病收1万两，那是应当应分。至于喜欢黄金，没人会说你俗，只会说你率直，不像别人明明喜欢黄白之物，却故作清高，一口一个俗物的叫着。真不喜欢黄金了？喜欢，但是没地方放了。没见过嫌弃黄金没地方放的，库房那么大，还不够放吗？很快，谢百婷就知道库房是真不够。苏唐喜欢黄金的事很快便传出府了，然后就收黄金收到手软了。先是康王爷送了1箱子黄金，感谢苏唐救了康王妃；再是玉国公府感谢苏唐保住他们玉国公府世子夫人和小孙儿的命，也送来1箱黄金。接着是皇上加封苏唐为超一品公主的赏赐2大箱子黄金，还有信老王爷感谢苏唐救了云三老爷和云家，也派人送来2箱子黄金。谢百婷不得不让人专门腾出来1间房放黄金，那黄金金灿灿的，可真是晃眼睛。大嫂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大嫂被封超一品公主，来向大嫂道贺呀。大嫂这样的才叫平步青云。你们就是这样空着手来道贺的？当然不是了。大嫂的喜好我可太喜欢了，不像别人还得绞尽脑汁的琢磨送什么，可能送了还不一定喜欢。这是木指送的，他中暑还没好，没法亲自来道贺。那日刘琦有没有喝到那杯加了料的茶尚不清楚，本来想找木指帮忙找人的，时间紧急也没找到他。不过没有传出他出事的消息，应当是问题不大。只是那日天并不是很热，木指一个习武之人怎么会中暑呢？确定他是中暑了吗？木指是这么说的，今儿我们去看他，他还在吃药。他什么症状？头晕、呕吐、吃不下饭。不过我们只看到他吃药，这些症状是小厮告诉我们的。要是他的病症明儿还没有好转，就带他来找我。本来我们今天就要他来的，但他死活不肯，说已经看过大夫了，不能一点小毛病就来麻烦大嫂。这不是在和大嫂见外吗？明天他还要是扭捏，我们就打晕把他扛来了。扶他去书房。你又被人给打了脑袋？你怎么又被人给打了？这回还是刘姑娘？这回不知道是谁打的。以后出门别说你是我们兄弟，我们实在丢不起这个人。他情况如何？上回是轻微脑震荡，不吃药休息10天半个月就能好，这回不吃药会越拖越严重。他知道自己的情况，这几天应该在吃我上回开的药，只是药量太轻，没什么用。我重新给他开个方子，这回要休息1个月才能完全好了。
你可长点心吧，别好不容易休养1个月，脑袋瓜子刚好就又被人开了瓢。亏你还学了这么多年武功，当真是白学了。能不能别吓我？我现在心理阴影有点大。这回到底是怎么中招的？那日在大昭寺，木指实在是不想被宁阳侯夫人逼着选未来世子夫人，就想下山去。走了一段，有个小和尚送了张纸条，纸条的内容是约他到后山一叙。木指想着左右也无事，就想去看看这人到底是谁。谁想走到半道，就听到有姑娘喊救命。他刚一转身要去救人，后背就结结实实的挨了一棍子。这倒霉孩子倒下的时候，脑袋还磕在石头上，直接晕了过去。然后呢？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只给了你一棍子，就没然后了？还有什么然后？那个没被人非礼吧？没有。还真有啊！我说的是没有，没有好吗？可知道是什么人约的你啊？不知道。那纸条呢？有笔记在，查应该不难。木兄这是有心上人了呀？什么心上人？明明是仇人。这是在我醒来的地方发现的好吗？字体清秀，像是出自姑娘之手。要是大家闺秀还好，若是小家碧玉，还真不好查。西安郡王已经定亲了，查大家闺秀的笔记，恐招致非议，还是我来查吧。大嫂来查是再合适不过了。和7天，7天后来找我换方子。大嫂不是爱管闲事的人，连账册都不看，怎么会主动帮木指查纸条的主人呢？大嫂认出了那纸条上的笔记。哼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，那纸条一准是大嫂的熟人写的。那纸条是谁送给木指的？你的表妹姚云儿。姚云儿进京就是想让老夫人给她挑一门好亲事，现在老夫人自己都顾不上，更别提管她了。她着急也很正常。给木指递纸条，显然是相中了木指，只是有三老爷和谢威名声在外，这姚云儿要是使点非常手段，来个生米煮成熟饭，靖南王府到时候不止没法跟姚家交代，还会坑了木指。老夫人如今重病在身，照顾不周，别人不会说什么。姚云儿是跟王妃和苏唐一起去的大昭寺，依照老夫人那个蛮横又护短的劲头，肯定会把过错记在王妃和苏唐这个世子妃身上。王爷军务繁忙，怎么有空来我这儿啊？去，把表姑娘抄的佛经拿一张给我。王爷来，到底所谓何事？我靖南王府的脸面已经被丢得差不多了，我不希望表姑娘再出点什么意外了。如果老夫人管教不了她，就送她回荆州。王爷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这纸条是……这是他约宁阳侯世子的纸条。去把云儿给我叫过来。这是你写的？王爷，这事儿我不知道，是我没管教好云儿，但云儿是永兴侯府嫡女，是你靖南王的外甥女，足够配得上宁阳侯世子了。你作为舅舅，既然知道他女儿家的心思，何不成全了他呀？成全他？你知不知道他这张纸条闯了多大的祸呀？闯祸？外祖母，云儿是约了宁阳侯世子，但云儿在后山凉亭等了他大半个时辰，并没有见到人啊。宁阳侯世子去赴约，半道上被人打晕了，伤了脑袋，头晕呕吐的，至今没有好转。他要是有什么好歹，凭着这张纸条，你知道是什么后果吗？
我是给他送了纸条，但他被人打晕，和我无关啊。真出了事，不是你说无关就能摆脱干系的。收拾包袱，我让人护送你回荆州。外祖母，我不回荆州，我不回去。成亲这么久了，还没看够呢。就这惊艳绝伦的妖孽脸，怎么可能看得够？等等，你这话的意思是，看我看够了？为夫欣赏娘子的，从来不是容貌。这话可以理解为，我的容貌还不足以惊艳你了。世子妃容貌虽然也很美，但要说让世子爷惊艳，估计还差点。感觉世子妃在自取其辱，嘿嘿。为夫说娘子的容貌惊艳我，你信吗？不信。无耻！再不松脚，要坐轮椅去赴宴了。世子妃，您快去大门口看看，有人给您送了2马车10大箱子黄金来。赵管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些黄金是谁送来的？不知道是谁送来的，只说是奉他们主子之命送10箱子黄金给世子妃，没留下姓名。竟然连名字都不留，这可是10箱黄金呢，却愣是送出了10箱大白菜的气势，就不怕我收了钱不办事吗？来人把箱子卸下就走了，这些黄金怎么办呢？可能想请你帮忙治病吧。那病人在哪儿？把钱撂下就走，好歹把病人也撂下。先抬寂寞轩去吧，剩下的回头再说。家宴推迟了半个时辰，贤妃娘娘让奴才领世子妃去她那儿坐会儿。我去宫里藏书阁挑几本书。是小少爷的笑声。贝儿，姐姐，你怎么进宫了？皇上说我上回进宫没玩尽兴，和祖父说让我再进宫玩。今儿六皇子去西王府接我，虽然娘不是很情愿，但还是给六皇子和皇子面子，让我进宫了。皇上怎么会管弟弟进宫不进宫这样的小事？天热，虽然是御花园，但难免有虫蛇，玩的时候要小心点。我知道，我来之前和娘保证不惹事了。确定保证管用？必须管用啊！娘说了，我再惹事，以后都不让我进宫了。保证不管用，但威胁应该管用吧？再者，因为上次的事情，秦贤妃也吓得够呛，应该会派人看着这两小只的。